Switch 2在台湾终于开卖了，我看有些人呢真的是超夸张的，就直接提早10几个小时呢就去排队等着抢这个首发嘛。结果有些朋友呢去到 Costco 那边一看呢，就现货呢就一大堆。那些排队的朋友呢，可能真的要哭晕在厕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应该有不少人都抢到了这第一波首发了吧？可是问题呢就又来了，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就是这个 Switch 2拿到手上之后呢，结果要玩的首发独占游戏呢，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玩嘛。一个就是马里奥赛车世界，再来就是这2天要出的那个东奇刚焦力全开，可以扮演一个大猩猩嘛，然后在那个开放世界的地图里面就到处给它乱砸。但是说实话呢，好像呢就是这样了。那好不容易抢到手的这个 Switch 2没有游戏玩，这可怎么办呢？总不能刚买回来就放在那边吃灰，对吧？别担心，今天彼得森呢就直接帮你们整理了10款我在这个初代 Switch 上面超爱的经典的游戏。那有些呢还针对这个 Switch 2呢就做出了特别的优化，画面呀、帧率呀，还有都有变强，载入的速度呢就也变快了。那如果你之前在 Switch 上面就错过了这些游戏的话呢，或者你根本之前就没有玩过 Switch 吧，那这些游戏呢就保证你能够玩一段时间了。提前剧透一下，这些都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作品了，就连那个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都只能排到第3名哦。好了，不多说了，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彼得森的频道。首先我们来看第10名，那就是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特别版。大乱斗的这个快乐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你熟悉的那些角色呢，就通通放到一个舞台上面给他们来 PK 了。那除了任天堂独家的 IP 之外呢，还有很多你根本就想象不到的角色。像是 Minecraft 里边的那个 Steve， 还有音速小子索尼克，还有街头霸王里面的那个龙和肯了，还有像是最终幻想里面的那个克劳德跟那个塞菲罗斯，这些原本就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角色，然后就和老任的那些马里欧啊、塞尔达还有皮卡丘呢，就给它放到一起来 PK。那绝对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这款格斗游戏跟传统的格斗游戏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是那个扣血条的那种机制，而是呢把这个敌人给他打出场外，然后去得分。那战斗过程中呢，还有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道具嘛，就随机的跑出来了，就让整个画面呢就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了。那新手呢也就超好上手了。对我来说吧，就是最不可以取代的就是那种全员到齐的那种狂欢的感觉了。然后呢，就跟你的朋友在一起，然后就乱按一通吧。那输了呢，也能笑到翻掉。那这种跨界的大乱斗就没有别的游戏能够做到了。第9名就是《魔物猎人崛起》。彼得森呢，其实一直都是这个《魔物猎人》的系列的粉丝了。那崛起这一代呢，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代。它有一个叫做降虫的系统，就可以在空中呢就飞来飞去的，然后就给猎人就是前所未有的那种自由行动的感觉了。从原本的那个在地面上面平移呢，就变成了一个3维立体的战斗了。运用好了呢，就真的会有一种我好像好厉害呀，就是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御龙的系统了，就是可以短暂的骑乘那个大型的魔物，然后让2个魔物之间呢相互的来 PK 了。那速度感呢也是这一代的一大亮点，猎人可以骑着狗狗在那个地图上面狂奔了。那战斗的时候呢，这个狗狗还能够就是在一旁帮你来输出。那以前呢，你只能带2只猫出门嘛，那现在就可以1猫1狗来搭配了。那不论你是猫控还是狗控了，那都能够从这代游戏当中呢获得不少的乐趣。所以很多人都说呢，这个崛起呢，这个手感呢是最爽的一代魔物猎人，也是对新手最友好的一代魔物猎人。用 Switch 2来玩这个崛起的话呢，虽然没有什么专属的补丁升级包了，但是帧率呢是稳的更多了，然后读取速度呢也变快了不少，整体的体验吧就比初代 Switch 要来得更好了。当然了，崛起后来呢也有在其他平台推出，但是 Switch 呢仍然是我个人认为最适合的一个平台了，就是随手拿起来呢就跟朋友面对面的这样的联机打怪呢，那这些快乐呢是其他的那些平台呢就给不了的。还有后续作品《魔猎人荒野》在 PS5 还有就是 PC 上面也已经推出了嘛，但是因为那个 PC 上面的优化呢太糟糕了，在 Steam 上的那个评价呢已经跌到了压倒性的差评了，所以我们现在反过来刷这个崛起呢，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8名就是集合啦动森友会。那这款游戏呢真的就很神奇了。我还记得当初就是在疫情封城的时候嘛，我就看到了这款游戏推出，
一开始看到这个介绍嘛，就想说，哎，怎么会有人喜欢去玩这种类型的游戏啊？但是我看大家都说超好玩嘛，我就买回来试试看。哎，结果一玩呢，根本就停不下来了。动森它这个最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目标，然后就是每天在那个岛上就瞎晃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装潢呢就去装潢，想种花呢就去种花，然后看着那些可爱的村民呢，就跟他们一起来过日子。偶尔说几句废话嘛，就会让人有一种莫名的那种就是温暖的感觉了。对于一般人来说吧，可能最可怕的事情呢就是寂寞了。那这款游戏最大的快乐呢，就是那种无声的陪伴感。现实生活中，不论你遇到再大的困难吧，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现在多了一个可以疗伤治愈的小岛家园了。第7名就是《塞尔达传说：智慧的再现》。说也奇怪了，我们一直都在玩这个塞尔达系列的游戏嘛。但是主角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塞尔达，而是林克嘛。那为什么不干脆叫做林克传说好了？可能任天堂呢也发现了这一点了，所以呢，这一次终于呢就有一款让塞尔达自己来上场拯救世界的游戏了。玩法呢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主打一个解谜跟那个传统的迷宫设计嘛，然后可以用那个复制法杖呢把那个怪物收起来当成你的小弟，还能够复制一些什么家具呀、推动楼梯来解谜。那每次玩都会觉得就是自己像一个脑洞大开的死灵法师。那这种就是颠覆传统的公主视角呢，真的呀，就只有这代游戏才能玩到。用 Switch 2玩这款游戏的话呢，有一个免费的升级补丁包 ，TV 模式呢可以高达 4K 60 FPS， 还支援 HDR 显示嘛，那整个游戏就是体验就更细腻、更有质感了。如果你喜欢这类游戏呢，其实还有一个补充的方案，就是另一款叫做《塞尔达传说：织梦岛》的游戏。那个玩法呀，还有就是美术设计呢，跟这个都是很类似的。同样呢，也有 Switch 2的优化的补丁。那感兴趣这类游戏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一款。第6名就是《超级马里奥兄弟惊奇》。那说到这个马里奥兄弟嘛，那大部分人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那个初代马里奥的那个就是画面跟那个音乐了。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吧，游戏机的这个性能呢是越来越强了，于是呢就有了3D 的马里奥的诞生。那很多人对这个2D 的马里奥呢，其实已经感觉有点无感了。但是惊奇这代推出之后呢，就让我对这个传统的2D 的平台跳跃游戏呢，就重新有了新的惊喜的感觉了。它取消了这个时间的限制，然后加入了一个惊奇花的一个机制嘛，就是每一关呢其实都是千变万化的。你踩到这个惊奇花之后呢，你永远不会猜到会发生些什么。有的敌人就开始在那边唱歌了，然后场景还会跟着跳舞，那角色呢整个都变得奇奇怪怪的。每一关呢都像在开一个盲盒一样。那这种游戏体验呢是其他的平台游戏带不给你的。那如果你偏好就是传统的马里奥兄弟那类游戏了，那么有一个叫做 New 马里奥 U 豪华版的游戏，在这个 Switch 2上面呢，其实也有一个专属的优化补丁了。电视模式的画质呢有升级，然后颜色呢也更鲜亮了，帧率呢也更稳定了。那一款呢也很适合作为这种2D 平台跳跃游戏的一个补充吧。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看那一款。第5名就是宝可梦朱紫了，也叫做口袋妖怪或者是神奇宝贝了。那这一代呢，主打的就是开放世界的宝可梦游戏，跟传统的那个宝可梦那种呀，就是碰到怪物才进入一个战斗画面，然后那个回合制的战斗机制是不同的。那这一代呢，是在这个地图上面呢，就直接给它开战了，然后你打不过呢，还能够灰溜溜的直接跑掉嘛，就没有剧情要求你先去打哪个道馆，你想去哪儿呢就去哪儿。那这种自由度呢，真的是很爽的。那现在效能更强的这个 Switch 2来了嘛，那官方呢也就立刻推出了一个强化的补丁包，那整体的体验呢才回到应该有的水准。不过我最喜欢的 Switch 上面的宝可梦游戏呢，其实还不是这个朱紫了，反而是那个宝可梦剑盾。相比这个完全开放世界的朱紫，剑盾的设计呢是传统的那种8大道馆挑战，再加上宝可梦联盟的那个经典的流程了，然后又加入了一个野外地带，算是一个半开放世界的一个雏形吧。那也可以进行一些自由的探索和捕捉嘛。所以如果你更喜欢那种传统线性的 RPG 类型的宝可梦的话呢，剑盾很有可能会更适合你。第4名就是超级马里奥奥德赛了。奥德赛呢，对我来说呢，就是这个3D 的马里奥的一个极致了。那帽子捕获的玩法呢，就可以让你变身成一大堆奇葩的 NPC， 一开局呢就能够变成那个暴龙嘛，然后横冲直撞的。
而且每一次变身的玩法呢都是全新的。还有就是国度的那个关卡的设计了，整个都是满满的彩蛋，只要你肯花时间探索，肯定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一些力量之月。然后每找到一个新的月亮呢，就像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那种探索跟收集的那个乐趣呢，真的是满到要溢出来了。Switch 2呢也有一个免费的升级补丁了，掌机模式现在也来到了 1080P， 然后电视模式呢更是可以使用那个超采样的技术做到稳定的 4K 的画质输出了，而且还支持 HDR 显示嘛，那画面的明显呢就比之前要变得更好了。那如果在初代 Switch 上你错过了这一款游戏的话呢，那现在真的就值得去来补课一下了。第3名就是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和旷野之息了。那这2款游戏呢，肯定是要上榜了。那这个真的是 Switch 上必玩的2款游戏了，完全开放的世界。最不缺的呢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王国之泪里面呢又加入了拼搭的这种机制了，就是你想怎么拼一个载具呀，想怎么搞一个什么机关呐，只要你想得出来，就能够在这个海拉鲁大陆上呢给你实现。那如果你小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拼积木的话呢，那么这个王国之泪呢，你一定会玩到停不下来的。王国之泪的世界观在那个前作旷野之息的基础上呢，就再一度扩展了，分成天空、地表和地底3层世界等你去探索。那从天上就是自由落体，然后飞到地下的那个感觉呢，那种壮阔的感觉吧，就很少了有其他的开放世界的游戏带给我的。虽然这个王国之泪在初代 Switch 上面也是能玩到，但是因为那个机能的效能太弱了嘛，然后体验就比较割裂了，画面也是又糊又卡。现在 Switch 2来了嘛，然后掌机模式能够稳定住 1080P， 然后电视模式呢也能够通过那个超采样技术吧，达到 4K 的画质输出。那这个呢，才是这类游戏应该有的一个表现了。那即便之前玩过的呢，我都推荐你啊，就值得再去2刷一次吧。那如果你有这个《王国之泪》和《旷野之息》初代 Switch 的版本的游戏的话呢，其实是需要付费才能够升级成这个 Switch 2的版本的。但是如果你是 Nintendo Switch Online 加上 Expansion Pack 的高级会员，那就可以免费拿到这个升级包了。那记得大家去检查一下，就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了。那如果你之前连这个旷野之息也没有玩过的话呢，那我建议你还是从第1代开始刷起来吧。那整个剧情体验下来呢，会是更完整的。而且在旷野之息里面刷到的武器或者是一些装备吧，也可以存在那个 Zelda Note 里面。这个是一个就是任天堂官方推出的手机 APP， 在安卓机还有 iPhone 上面都是能用的。那如果你刷到的武器呢，刚好在王国之泪里面也有的话呢，你只需要就是扫描一下那个 QR code 嘛，然后这个 APP 呢就能够帮你转成王国之泪能用的版本，你就不用再重刷一遍了，就是能省点游戏时间嘛。那这份榜单呢，本来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因为在这个 Switch 上面所有的游戏里边吧，真的就很难有超过这个王国之泪和旷野之息的。但是呢，有2款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作品呢，真的是让我爱不释手。所以以下这2款呢，就是彼得森的私心推荐的游戏了。第2名就是《圣火降魔录：风花雪月》，也叫做《火焰纹章》。那如果大家对战棋类游戏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那这一款呢就超级推荐了。除了传统的这个战棋玩法之外呢，那它的这个剧情呢真的是很感人的。从一开始的学院篇开始吧，你就是一个老师嘛，然后你就看着你这个学生呢，就跟你慢慢熟起来了，然后跟他们一起训练，跟他们一起成长。但是5年之后呢，有的人就成了你的伙伴，有的人呢就成了你的敌人了，那就全看你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呢就是天生的英雄，也没有人哪个人生来他就是坏人了。但是你的这个一举一动，每一个选择呢，就直接会影响后面的结局。当你不得不就是跟你曾经最亲近的学生对决的时候呢，那种心里难受的感觉呢，是其他的战棋类的游戏给不了你的。那这个游戏其实有3条路线了，然后还有1条隐藏的路线，每一个的结局呢都是不一样的。想完全破关呢，就得整个再重跑一次了，那沉浸感呢就直接拉满了。DLC 呢其实也是异常的好玩，等于给了你第5条路线。我自己已经把这5条路线当中的4条都给它打通了。其实我最喜欢的那一条路线是，我就不多剧透了，大家还是自己去体验一下吧。如果你是战棋加上 RPG 的爱好者呢，其实还有一款补充的游戏吧，叫做三角战斗。它是一个像素风格加上日式 RPG 再加上战棋类型的游戏。
那如果对这类感兴趣的话呢，那一款呢也是值得一试的。终于来到我心目中的第1名了，那就是《歧路旅人》，也叫做《八方旅人》了。跟前面那些大作比起来呢，那这一款呢相对来说吧，就算是一个小众游戏了。但是只要你喜欢 JRPG 游戏的话呢，那这一款呢几乎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款了。游戏当中一共有8个主角，然后8条完全不同的人生的轨迹，然后阴差阳错的呢就交织在一起了。每条剧情呢都像是一本就是短篇的小说，想走谁的故事线呢都是可以的。除了有传统的8大职业之外呢，其实还有隐藏的职业等着你去探索。搭配上这个高清的2D 像素的画风，加上那个神级的配乐了，玩起来呢就已经不像是在玩游戏了，感觉像是在看一本会自己动起来的奇幻小说。那种孤独却很温暖的沉浸感呢，是其他的 JRPG 给不了你的。虽然这款游戏现在已经不是 Switch 的独占游戏了，但是抱着这个掌机呢，就是坐在那里静静的刷剧情的那种乐趣呢，是玩 PC 版呢完全获得不了的。后来其实还有一个续作啦，就是叫做《歧路旅人2》嘛，然后就在那个原本的玩法上呢，就多了一些新的机制了，那整个游戏体验呢也更丰富了。好了，以上就是我推荐的 Switch 2现在必玩的10款游戏。那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特别喜欢这个《歧路旅人》或者是《火焰文章》呢？还是说你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游戏是我今天没提到的？那就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有时间的话呢，我也一定会找机会去试试看。那今天我们先这样了，谢谢大家观看，我是彼得森，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